把一段铁轨裹在身上是什么感觉？法国人可以告诉你啊，因为他们发明了这个，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坦克的东西。干什么用的呢？可以踏平铁丝网，碾过壕沟。这两样东西啊，可是开创了人类战争的新格局啊。而法国人呢，差一点就用他们不着边际的脑洞给破解了。1914年，法国著名的工程师路易斯·博伊拉特呢，凭着自己积攒了20年的铁路设计经验，制造出了一台可以永远开在轨道上的奇怪机械。它左右各有6段连续的轨道，中间则套着一个三角形的动力核心。通过一系列的轮子和链条，80匹的马力就能够源源不断地从核心输送到轨道，使它缓缓前进，稳稳地压平铁丝网，轻松跨过壕沟了。在战场上啊，那就是畅通无阻啊。要是用它来打头阵，后面再跟上步兵，岂不很快就能干到敌人的老家了？想的是挺美的，但博伊拉特忘了给它加上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装甲。你看啊，它就是那么镂空着的，谁开着它呢？谁就要第一个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再加上其无力吐槽的每小时1.6公里的龟速和几乎不能够改变方向的转向机制，法国战争不说啊，咱还是算了吧。但博伊拉特还想要搏一把，于是开发出了第2个版本，它更紧凑，更轻盈。关键是驾驶室终于有了装甲的包裹，也终于能够比较方便的转向了。虽然转弯半径也达到了夸张的100米，好吧，这一下战争部能够看上了吧？抱歉，陆军说，你那点本事呢，我找一条毯子就搞定了，速度还不知道要比你快多少倍呢。把材料省下来造枪吧。这玩意儿似乎又活过来了。旅行者1号刚刚经历了一次跨越241公里的抢救，终于是拖着快50岁的身子骨又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好吧，241公里怎么抢救的？咱先说说他是怎么病危的吧。去年11月，旅行者1号就开始头脑不清醒了，他发送到地球的信号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任何的可读性。这些原本应该包含科学和工程数据的信息，开始以断断续续的乱码的方式呈现在工程师的面前。显然哪儿出了故障。那到底是哪儿呢？考虑到旅行者1号仍然在接收发送至地球的信号，并且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比较正常，那出问题的应该就是3台机载计算机中的其中1台了，专门负责存储和处理旅行者1号上面所有仪器拍摄和探测到的科学数据与图像的飞行数据子系统 FDS。FDS 会在将科学和工程数据发送到地球之前对其进行打包，以便 NASA 可以读取它们。既然现在 NASA 读取不了它们了，那问题就出在了打包上面。于是长达5个月的专家会诊开始了。最终 NASA 工程师确认，这个故障呢，就是由 FDS 的部分内存芯片的损坏带来的。这个损坏大约占了 FDS 内存的3%。好，那就换内存呗。想都别想啊！一是你不知道吗？它目前在241公里开外呢。即便是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往返一趟也需要将近2天时间，你根本追不上它。二是即便追上了，内存一拔，你傻眼了。这玩意儿是啥？根本就不是内存该有的样子嘛！要知道啊，它离开地球已经快50年了，所以它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封存的可是咱们50年以前的技术。50年前的内存它就是这个样子，它是以交错排列的网格线和金属薄板构成，每一个交叉点可以被视为一个内存单元，也就是1比特，可以存储1或者是0。通过改变电流方向来改变磁场方向，从而确定这里存储的到底是1还是0。这个要继续解释呢，又至少得要花5分钟时间。还好我之前做过一个详细的视频，感兴趣你去看它好了。所以说回到现在啊，你还能找到这样一个绕线内存来替换它吗？不能嘛。所以怎么办？ NASA 工程师只好重写代码，把原本储存在 FDS 内存中的数据打散，让它们分别存储在内存中的多个位置。总之啊，只要避开受损的这3%就好了，然后再发送回来，重新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再把这一流程固定下来，成为未来旅行者1号打包数据的标准流程。好，补丁在4月18日发出，1天后旅行者1号收到，又用了1天时间调整流程后的数据传回来了，它能用了。你看把这帮工程师给乐的，想想确实是挺厉害的啊。旅行者1号以及2号终有一天一定会完全失联的。
但是 NASA 希望这一天来得越晚越好，因为随着旅行者号旅行的越来越远，它返回的数据的科学价值就越高。一方面，它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有关星际空间的奥秘；另一方面，它也能够站在局外看清整个太阳系的样貌。那我们就祝它继续长寿吧。吃瓜群众请注意，人类目前最高最大的火箭星舰的第二次试飞很可能会在11月17日，也就是在本周五开启。届时不论成功与否，都会是一个大瓜，你可一定要去吃哦。那吃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点什么吗？是要的啊。重点关注呢，我已经帮你给总结了出来，主要有2点一个是在发射台上，另外一个是在火箭身上。咱们先说发射台的有看过4月份那次发射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星舰的发射台在发射之后呢，几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就中间那个弹坑的巨大程度来说呢，你告诉我刚刚在那儿炸了一个小型核弹，我都是信的这主要得益于埃隆·马斯克对其发射台坚固程度的高估和对火箭点燃时的破坏力的低估。结果嘛，不仅是毁了这个号称要做到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第0级，是的在 SpaceX 那里发射台就是它的火箭的第0级，还可能直接就砸坏了几台发动机被破坏的水泥块四处乱飞，指不定就有那几块向上砸进了发动机的喷管里面嘛。所以第一次试飞的星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缺胳膊少腿的，它有的发动机压根就没有启动。那这一次呢 ，SpaceX 接受了教训了，为了保护其发射台，他们终于是启用了一套水灵系统，它可以有效的吸收33台猛禽发动机同时启动时的巨大噪音。对的是噪音而不是热量，因为噪音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波，破坏力极大的机械波，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第0级可以挺住那么第2个看点在哪儿呢？在这里了，2、3级之间的镂空圆环上，它告诉我们第2枚试射的星舰将不再采用冷分离，而是热分离了。什么是热分离？什么是冷分离简单来说呢，热分离指的就是在第1级火箭还没有关机的时候呢，就开始让第2级火箭点火了，所以它们中间的连接环才需要做到镂空才行嘛，这样就能够让火箭的尾焰找到出口了。冷分离则指的是第1级火箭先关机，跟第2级火箭分离之后呢，第2级火箭上面的发动机才会点火。好，为什么分个离都这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火箭燃料的沉底。你看火箭的结构2个燃料箱在上面，不管里面装着的是液氧液氢还是液氧煤油或者是液氧甲烷，它们都是通过位于燃料箱底部的管路输入到下面的发动机里面的，所以就要求燃料始终必须要紧贴着燃料箱的底部才行，否则就抽不到燃料了嘛。这在地面上呢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光靠地心引力它就是可以做到的了。在火箭的最初的上升阶段呢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加速度产生的惯性也可以把燃料稳稳地压在底部嘛。但是等到第1级和第2级需要分离的时候呢，就有大问题了。在第1级关机时呢，火箭会短暂的失去动力，加速状态也就暂时终止了。此时第2级燃料箱里面的燃料就会在失去加速度的压制之后开始群魔乱舞起来了。这里有一段猎鹰9号2级氧箱内部的画面可以看到在发动机关机后的一瞬间，里面的燃料就乱飞了起来，很有可能就会离开燃料箱底部的发动机输送口了。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启动发动机呢，将可能导致管路进气，从而引发故障这是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为了让燃料重新或者是始终沉到底部，就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热分离和冷分离。那热冷分离之间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我们先来说热的它的好处就是简单直接，在第1、2级传递交接棒的时候呢，火箭始终就没有失去加速度，燃料也就会始终沉底，不用再担心2级发动机会有断气的风险了。缺点呢，就是由于第2级点火的时候，第1级还连在下面嘛，为了防止被烧坏呢，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隔热才行这便增加了火箭的整体重量。还有由于分离时第1级还有推力产生，如果其产生的加速度高过第2级推力所产生的加速度的话，就会导致2级还贴在一起无法分离，最终呢偏离轨道，任务失败了。而且早期火箭由于2级间的信号一旦分离就会被切断，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意识到第1级的加速度过大，也很难再去控制和处理了。那么冷分离呢，它的好处就是分离精度更高，更不容易出现轨道偏移的失误。但是缺点嘛，就是又难又复杂。我把步骤讲给你听，你就能够理解了。
首先呢是一级发动机关机，此时加速度就消失了。如果我们在二级燃料箱里面装了摄像机的话，就应该看到燃料飘了起来了。接着装在级间段上的小型推进器点火工作，开始提供正推力。由于此时的火箭呢已经位于低重力环境了，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加速度就会使燃料再次沉底。然后第一级上面的爆炸螺栓起爆，同时打开反推火箭，将自己主动推开，与第二级还有级间段实现分离。现在还剩级间段连接着第二级了啊。再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呢，从级间段上面会弹出几根推杆，用反作用力来实现同第二级的分离，同时还可以避免在此过程当中碰到裸露在外的发动机等零件啊。比如我们的长征5号的第二级氧箱和发动机呢，都是悬挂在级间段里面的，就导致了级间段的分离行程超过了7米长，是很怕发生碰撞的嘛。好了，最后一样东西在脱离完成之后呢，就该是点燃二级发动机了，整个冷分离也就到此结束了。你看是不是很复杂嘛？所以它就复杂到了让第一次星舰试飞时发生了分离故障。于是埃隆·马斯克一拍脑袋这次咱就不搞那么复杂了，就热分离挺好的。好了，那么剩下的咱们就看星舰自己的表现了。暂定周5，我们看它这次会不会割啊？如果你去看一些早期原子弹试验的照片的话，通常会在爆炸火球旁边看到这些歪歪扭扭的白线。它们是什么？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这些白线是由原子弹自己爆炸所产生的，但是我要告诉你长崎和广岛丢下的原子弹就没有这些白线，所以很显然它们不是原子弹自身的产物，而是人为给附加上去的。那为什么要附加呢？这就跟原子弹爆炸的特性有关了。具体来说呢，是跟原子弹爆炸之后10几毫秒内的特性有关。虽然时间很短，但过程却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发生在原子弹爆炸的最初几微秒内，此时爆炸的辐射前沿比其内部的冲击波膨胀速度要快得多，于是我们此刻看到的火球呢，实际上是由辐射所产生的。然而随着火球的膨胀，辐射传递能量的速度开始减慢，内部冲击波的膨胀速度将辐射前沿给超过了。这大概发生在火球的平均温度降至30万摄氏度时，也就是爆炸后的1/10毫秒左右。于是我们此刻看到的火球呢，实际上已经是由冲击波产生的了。它之所以看起来还是一个火球，是因为此时冲击波的能量还相当之高，在它往外移动时呢，可以压缩环境空气，使之升温后变得炙热不透明。接着第3阶段就来了，随着火球继续膨胀，冲击波的能量逐渐下降，很快它所能加热的空气就无法达到不透明的程度了。于是冲击波火球开始渐渐变得透明，露出其后的辐射火球了。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知识点的话，还会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火球炸着炸着还炸小了呢？这种情况呢，发生在爆炸后大约15毫秒，通常被称之为脱离现象。好，现在问题出现了冲击波脱离火球变得不可见了，我们该如何观察并记录它呢？要知道爆炸当量很多呢也是由它所贡献的嘛，要是测不准就很尴尬了。使用冲击压力计似乎是一种解决手段，但是它们几乎只能被放置在地面附近，而放在地面附近呢，就意味着它们几乎一定会受到冲击波和地表相互作用的影响，测出来的读数往往是不准确的嘛。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别的观测方式了吗？天无绝人之路此时一个非常偶然的发现帮助了所有的人。它就是在1945年7月16号首次原子弹爆炸实验当中，通过高速摄像机拍下的缆绳断裂画面。当然它实际上呢是一种光学错觉，缆绳并没有真正的断裂。当时这根缆绳系着一个高空气球，大概呢也是一个观测和记录用的气球吧。当高速摄影机以10000帧每秒的速度开拍原子弹爆炸的画面时呢，它无意间就捕捉到了这个位于火球附近缆绳上面的一些奇妙的变化。当冲击波靠近缆绳时，似乎缆绳的其中一节被震断了，但是如果继续往后观察的话，这个断掉的部分居然还会往上跑。见了鬼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缆绳并没有真正断掉，而是由于光线在冲击波前沿普通空气和压缩空气的交界面上发生了折射造成的。那科学家的脑洞一下子就打开了，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缆绳断裂的方式，让隐形的冲击波现出原形嘛。只不过呢，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媒介——烟雾火箭。
由海军军械实验室专门设计，用来跟踪不可见的冲击波的神器。它们会在核爆点附近一字排开，并且在爆炸的几秒前从地面发射，形成一组白烟轨迹的垂直阵列。当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穿过它们时呢，会随着时间变化，在它们身上观察到移动的断点现象。将这些断点绘制出来之后，就追踪到了冲击波的发展轨迹，从而准确地计算出冲击波的速度，进而让科学家准确地计算出爆炸当量。是不是相当巧妙呢？那话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猜对呢？如果核战来临，你该到哪儿去躲原子弹呢？有一个地方啊非常合适，它就是肯尼迪航天中心39A 发射台下方12米深处的橡胶屋了，一个专门为躲避土星5号火箭爆炸所设计建造的地下掩体。其实，在39B 发射台下面呢也有一个，不过它在建造的时候呢，使用了当时比较普遍的含铅油漆。现在的人们安全意识更高嘛，怕影响身体健康，就把它给废弃了。话说啊，真要是迎来了世界末日，也用不着这么矫情吧？39A 发射台下面的那个呢，就比较超前了，用了无铅油漆，因此还能够正常使用啊。说的好像我们真能去似的啊！去是去不了，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它，了解它之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路啦。如何建造一座末日堡垒？土星5号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工程，人类迄今为止建造过的最大的火箭之一，在发射之前呢，是需要装满超过2500吨的燃料的。有计算显示啊，如果发生意外，这些燃料爆炸后产生的威力堪比核弹，一拼整个发射台呢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为了确保宇航员和最后才能够撤离发射台的工作人员的安全 ，NASA 特意就在发射台的下方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当紧急情况发生，爆炸变得一触即发时呢，宇航员会迅速离开太空舱，进入到快速下降电梯里面。这部特殊的电梯呢，会用惊人的30秒时间将他们带到发射台的底部。是的啊，30秒，还好土星5号从来就没有炸过啊。总之，到了这儿呢，他们就可以跟其他工作人员跳进一个滑梯里面了。滑梯长约60米，可以直达地下12米处，称之为橡胶屋的掩体内。它是真的橡胶屋哦。为了吸收爆炸的能量呢，这间地下室的墙壁里面全都夹着厚厚的橡胶层，有些地方橡胶层的厚度甚至达到了60厘米。为了帮助宇航员们滑得顺溜啊，滑梯顶部呢还会不停地喷水。要不是事出紧急，这里其实比游乐园还要更欢乐啊。但喷水也有负面影响啊，那就是让宇航员滑得太快了，以至于在最后阶段呢，刹不住车，很容易一脚就撞到墙上骨折了。但是骨折归骨折啊，忍着剧痛你也得爬起来再多走几步路啊，因为真正的堡垒还在旁边。穿过一道10几厘米厚的防爆门，这个带着圆顶的混凝土建筑才是你的末日之家了。里面有20张椅子，你进去之后呢，需要首先将自己绑在上面。圆顶本身是由超厚的钢材和混凝土制成的，能够承受高达500 psi 的爆炸压力。这个可能大家没数啊。作为对比，普通人能够承受的爆炸压力极限大概是40个 psi， 等于就是直接多送了你10几条命呗。除了屋顶狠，地板也有黑科技，它是浮动的。装在24个巨大的弹簧上，可以将爆炸产生的高达75个 G 的冲击加速度呢减到只剩4个 G 左右，从而保证了里面人员的绝对安全。当然，爆炸的威胁消除之后呢，还要解决这里面最多20个人的生存问题嘛。堡垒的中间啊，装着一个二氧化碳过滤器，它可以吸收多余的二氧化碳，避免人员中毒。堡垒的储藏箱内啊，装着很多的氧气蜡烛，点燃一根就可以让一个人吸上6个小时。水、食物的储备呢，也足够满负荷使用1周。其实这又不是真的为世界末日准备的，所以已经是超够了的啊！在堡垒的角落里面还有一个马桶，帘子一拉，你就可以放心的解决私人问题了。总之，不管是3000吨的土星5号爆炸，还是原子弹爆炸呢，它都能够扛得过去。可是扛过去了，里面的人该怎么逃出升天呢？2条路啊。虽然第一条严重不靠谱嘛，通过连着堡垒的一条366米长的隧道。你想，都发生这种级别的爆炸了，隧道还能够不塌吗？所以 NASA 自然是能够想得到的啊，这就有了第2条路，圆顶顶上的紧急逃生出口。所以紧急嘛，肯定就不是让你随便打开的，除非听到外面在当当当的敲击舱盖了，就说明来救援的部队已经挖通了从地面到屋顶的隧道了。你此时再打开呢，垂直着爬出去就能够活命了。幸运的是啊，这座地下堡垒从来就没有真正使用过，土星5号的发挥一直都是稳稳当当的。在上个世纪的洛萨拉莫斯，除了有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有恩里克·费米、约翰·冯·诺依曼、
理查德、费曼等世界上1等1的天才啊！这些天才们聚在一起，当然是要捣鼓出天大的事情。但是他们毕竟也是人嘛，而且还是男人，所以忙里偷闲捣鼓一些自己的小爱好也是很正常的。比方就拿费曼来说，在参与曼哈顿项目期间呢，就发展出了一个小爱好，专门撬开别人的密码锁。我说的撬当然不是真的撬啦，只是费曼非常成功的营造出了一种撬的感觉。他其实显然是真的将保险箱的密码锁给一个个算出来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要算出它们来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打开洛斯阿拉莫斯的保险箱，需要输入0到99之间的3个数字，比方说97、34、04，或者是25、67、78。所以呢，总共的组合可能有100万种。如果你现在开始就日以继夜的测试这些组合，试图打开其中的一个保险箱的话，你至少得要花上1个月的时间吧。而费曼呢，只需要花6分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首先费曼注意到这些保险箱在机械设计上呢并不完美，这就导致了每个数字呢都有大约正负2的容差。例如，如果设置的密码是17、42、49，那么15、44、47和16、43、51也是可以打开保险箱的。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呢，费曼就可以每隔5个数字来测试一次啦，将密码的组合数呢减少到了8000。如果就此止步的话，尝试完所有的组合呢，通常平均只需要花6个小时就可以打开保险箱了。可以说时间已经极大的缩短了。但是费曼显然还不满意啊，于是他就继续研究，很快就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大多数人都会将他们的保险箱密码设置为过去的某个日期。考虑到1个月最多只有31天，1年最多只有12个月，以及只会是从1900年到1942年之间的某一年，组合数呢一下子又缩小了很多。事实上，加上机械容差的原因，最终需要测试的组合只有162种了。如此，费曼就平均只需要花6分钟，便能打开同事的保险箱了。但费曼很调皮呀，他可不能让同事知道他能够轻松地猜出他们设置的密码嘛。于是他会带着一个装满了螺丝刀、撬棍和各种人们认为可以破解保险箱的工具的大袋子呢，进入同事的办公室。在6分钟之后呢，他会轻松地走出办公室，带着已经被打开的保险箱，期间根本其实就没有使用过这些工具嘛。而有的时候呢，如果加上一些运气的话，他还会提前完成任务。此时的他呢，会选择先等一会儿，等到了6分钟之后呢，才出来，并且在额头上使劲的冒一点汗，以此来让同事们以为破解保险箱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工作。曼哈顿计划的每个人都以为费曼是靠着这些工具来破解保险箱的，但实际上他只是利用了人们的习惯、机械容差和他的狡猾技巧实现了这一点哦。下面我要讲的故事呢，很讽刺。人类经常呼吁我们要保护海洋，我们要拯救海龟，但其实最终可能是海龟在尽他们的一份力量拯救我们呢，或者至少让我们更加的了解那些潜在的危险。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乌龟、陆龟还有海龟都可以在它们的龟壳当中保存核污染，并因此记录下大量的环境信息。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海龟壳的角质层呢会随着时间逐渐堆积，相当于是一个环境信息的惰性储存库。而对于生活在现代核设施附近的海龟来说呢，它们的壳则更为直接地充当了环境中放射性污染物的时间戳。为了验证这一点，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两个世界上可能是最为了解核能的地方了，就专门研究了那些来自已知曾经发生过核活动或者是核废料储存的地区的龟壳样本，比如来自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海龟壳，来自犹他州西南部的巴尔戈德沃特空军基地的沙漠陆龟壳，来自南卡罗来纳州萨凡纳河的河鳖壳，以及田纳西州东部的橡树林保留地的香龟壳。不出意外，科学家们在这些龟壳中呢，识别出了与这些地区在20世纪已知的核历史相匹配的污染记录，大量且连续。于是龟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序的收集放射性核素，这一结果呢，得到了再次的确认。而这些壳中的特征是如此的精确，以至于科学家可以通过它们来绘制出每个地区的核活动水平的上升情况，并精确地指出其峰值。这一点呢，非常类似于我们可以从树木的年轮当中读出来的信息。于是，通过这项技术，乌龟发明的技术，人类就拥有了一种可靠的可以重建背景环境中核历史的方法，并利用它们来对当前和未来的环境进行长期且持续的监测。希望未来
海龟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安全一些。你知道青蛙是用什么来呼吸吗？嘴巴、鼻子、舌头？都不对啊！青蛙是用皮肤来呼吸的，所以你从来都不会看到青蛙张嘴喝水的样子，是因为只要它泡在水里面青蛙就能够无时无刻的补充水分了。青蛙身上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说它有长长的舌头了。只要是飞虫从青蛙的身边飞过时呢，青蛙的舌头就会像一道闪电一般，立刻击中飞虫，把它卷入口中。青蛙的舌头怎么会这么厉害呢？其实青蛙厉害的不是它的舌头，而是它的眼睛了。但细心的人又发现问题了飞虫如果静止不动呢，即便是站在青蛙的面前，青蛙也会无动于衷的。只要虫子一起飞，立刻就会迎来青蛙的暴风袭击了。青蛙为什么只会对运动的物体这么敏感啊？这源于青蛙独特的视觉系统了。蛙眼的视网膜上有5种神经细胞，每一种神经细胞只对目标的一个特征进行抓取。第一种神经细胞只负责捕捉颜色信息，第二种神经细胞呢，能够感受运动物体的边缘。对于像掉落的树叶、游来游去的小鱼小虾，这种细胞呢，只能感受到它们的轮廓。第3种细胞是可以感知物体的移动的。第4种神经细胞，对光亮十分的敏感，能够感受到亮度的变化。第5种神经细胞对变暗的区域辨别精准，能够觉察到目标光线减弱时阴影的暗色部分。蛙眼视网膜上面的这5种神经细胞呢，就仿佛是5位画家同时在一张白纸上作画，有的勾勒轮廓线条，有的上颜色，有的打阴影，所有的信号被组合到一起，然后传送给大脑的视觉中枢视顶盖。至此蛙脑就接收到了一幅高清的3D 立体画面了。青蛙借助这套类似于全息投影虚拟成像的技术，让它就可以对活动的目标十分的敏感了。大自然赋予生命如此优秀的进化结果，人类自然是不会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的啊！对于静止物体视而不见，对于运动物体呢，又要敏锐觉察。我们生活中哪里需要这样一副眼睛呢？可能你已经想到了，那就是十字路口了。路口的电子抓拍用的就是电子蛙眼技术。哪位行人闯红灯，哪辆汽车超速，都逃不过电子蛙眼的监视。在交通要道呢，电子蛙眼甚至还能够指挥车辆行驶，防止事故的发生。在机场电子蛙眼被安装到了机场塔台的雷达里面，可用于监控飞机的安全起落。一旦发现飞机出现异常的状况呢，电子蛙眼就会及时捕捉飞机飞行的高度、速度、精准的方位等等信息，传输到指挥塔台的电脑主机。指挥人员呢，就会根据这些数据来指挥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了。其实电子蛙眼最早是被用于军事战争当中的啦。敌我交战时呢，敌方会发射导弹来攻击我方的目标，这个时候我方就会发射反导弹来拦截对方的导弹。但有的时候敌方为了迷惑我方呢，就会发射信号来扰乱我方的视线。如果想成功拦截导弹，就一定要区分真假导弹了。仿生学家洛克就根据蛙眼的原理和结构发明了电子蛙眼。把电子蛙眼装入到雷达系统当中之后呢，可以极高的提升雷达的抗干扰作战能力。携带蛙眼的雷达系统能够快速精准地识别出特定形状的飞机、舰船和导弹，敌方就再也逃不过电子蛙眼的火眼金睛啦。还记得6月份拿着游戏手柄潜到泰坦尼克号残骸，然后发生内爆送走了5位富豪的那艘泰坦号深潜器吗？那绝对是场灾难，对不对？我们呢，显然也能够从这场灾难中学到很多的教训。但尤其应该学的就是建造泰坦号的海洋之门公司了，因为他们不仅损失了一艘深潜器以及里面很多的金主，同时呢还损失了一位创始人。好了，他现在果然学到了海洋之门的另外一名创始人就在最近刚刚宣布，由于公司上一次的探险进展的如此顺利，让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到2050年要将1000个冒险者送往金星的硫酸云当中去居住。是的，我没有开玩笑不信你上网去查一查，这位名叫吉利尔莫·索恩莱因的海洋之门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么说的。虽然明知连 NASA 都将金星定义为失控的全球温室，发射了40多个航天器前往金星，都只敢是绕着其飞一飞而已，他依然对金星呢是如此的着迷并且在博客上写道，如果人类要成为一个居住在多个行星上面的物种，那么我们就需要有尽可能多的选择，并且呢应该去探索所有的可能性。言下之意就是即使你们全都放弃了金星，我也是不会放弃的。
看来能够造出泰坦号的海洋之门，果然个个都是人才啊！好，为什么金星让 NASA 那么的恐惧，又为什么让索恩·莱因那么着迷呢？理由如下了。首先啊，金星拥有极其稠密的大气层，所以它的大气压力巨大，在其表面甚至可以超过90个地球大气压，这相当于是我们下潜到水下1000米处所要承受的压力了。在这里，就连绝大多数的军用级别的潜艇都是望而却步的。其次啊，由于稠密的大气造成了严重的温室效应，金星表面的平均温度高达500摄氏度，连很多的金属都是会被融化掉的，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航天器的坟场，那就更不要提脆弱的多的有机生命了嘛。再有，这里没有水，只有浓硫酸液滴组成的有毒云层吃掉了97%的太阳光，让这里即便在白天也开启了暗无天日的地狱模式。对了，顺便补充一个啊，这里的黑夜呢长达60天。最后，金星表面布满了数千座火山，而且其中许多还是活跃的状态。人类迄今为止创造过的最强纪录就是1981年的苏联金星13号在金星表面勉强撑过了2小时多一点。你说可不可怕？还送人上去呢，你还要送1000个人上去呢？都当有钱人是傻子吗？好吧。故事反转啊！索恩·莱因说啊，朋友们，你们要相信我，到了金星，你们一定会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有一个几乎完美的甜蜜点，在距离金星表面大约50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太阳系当中除了地球以外最像地球的环境了。这里重力恰好是1个 G 左右。大气的压力也恰好回到了1个地球大气压的附近，温度呢则从500摄氏度下降到了30到50摄氏度，虽然还是热了一点啊，但毕竟相对是可以容忍的了嘛。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啊，这里具有一定的辐射保护。你看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移民的吗？索恩·莱因继续写的啊，虽然这里的大气仍然充满了二氧化碳，虽然这里的云层都是由硫酸构成的，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在地球上不是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技术能够消除这两者的影响了吗？所以请忘了海洋之门，请忘了泰坦，请忘了斯托克顿，就是他那位在泰坦灾难当中已故的合伙人朋友，让我们向前看，去推动人类迈过重大突破的边缘，因为我们已经站得离他非常之近了。好吧，2050年索恩·莱因呢还是给你留了足够多的赚钱的时间的。所以要是到时候你赚够钱，会去买一套金星的云端公寓吗？速度超过了3马赫的 SR7 黑鸟会在飞行的过程中与空气摩擦，产生大量的热。你来看这张图本质上它在空中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煤炭。图上标的呢都是华氏温度，我们基本上不用说也没有概念。那我给你一个参考值吧，华氏550度呢就等于摄氏288度你自己看看 SR7 身上有多少个地方是接近或者是超过这个温度的。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它靠什么来降温？这个问题呢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因为按照道理来说，它飞行在2万米以上的高空，周围全都是温度低于零下50摄氏度的冰冷空气，那么这些冰冷的空气自然就可以帮 SR7 降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了吧？可事实上呢，恰恰相反，不是飞机周围的空气在帮飞机降温，而是这架飞机在帮周围的空气降温。What？ 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虽然 SR7 的表面已经高达300摄氏度了，但是跟与它接触的空气比起来呢，还是个温度更低的地方这里咱们就要引入一个叫做停滞温度的概念了，它指的是流体在停滞点处的温度，也就是流体的动能完全转化为内能时的温度。停滞点是指流场中速度为0的点，例如在物体表面与流体相接触的点，在停滞点处，流体的静压最大，被称为停滞压力。停滞温度和停滞压力是描述流体运动状态的重要参数了，它们与流体的速度、密度、温度和压力有关。具体公式是这样的，好吧，谁也不会看公式的，对不对？简单来说呢，就是 SR7 周围的空气想要跟 SR7 的表面接触，非得要将自己的速度变得跟 SR7 一致了才行嘛。而改变速度就得要做功，要做功就得产生热量嘛。在 3.2 马赫的速度之下呢，空气的停滞温度约为400摄氏度，几乎比上面那个图上的任何一个点都要高了。所以你看靠风冷降温的发动机本质上还是不够强悍既然风
风能不能用了？那 SR71的解决之道就变成了以下2种：第一，让机身的大部分呢都处于高温状态，并用钛和不锈钢等耐热材料制成；第二，从油箱开始到进入到发动机之前，为燃料设置复杂的穿过机身关键区域的管线，靠流动的燃料带走机身表面的高温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SR71的一半重量都是由燃料提供的。这种燃料呢是一种称之为 JP-7 的特殊煤油，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它在1个大气压下的沸点为285摄氏度，算是煤油的上限了。当 SR71在1万米的高度下加满油时 ，JP-7 的温度可能会低于0摄氏度，于是它就可以被当成是冷却剂，用于冷却航空电子设备和驾驶舱了。当其流动到发动机时呢，吸收热量之后的温度已经达到差不多177摄氏度了。然后在这里呢，还会被用作各种发动机零件里面的液压油。主要是可变形状的几何喷嘴。当它最终到达燃油喷射器时，温度已经达到316摄氏度，正好为燃烧做好了准备。的确是一个工程奇迹，对不对？那我们最后非要说它一个这么干的槽点啊。由于燃料会一路吸热来到发动机，有的时候呢，它吸的热实在是太多了，来到发动机的时候呢，温度已经高于177摄氏度了，这就超过了发动机接收它的温度上限嘛，怎么办呢？只好往里面加点新的低温燃料中和一下呗。所以许多 SR71的飞行员呢就曾经表示啊，他们有的时候在着陆之前急着在空中寻找加油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燃料快要用完了，而是因为他们的燃料温度太高了。一到夏天就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今年夏天是几百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啊，每年的新闻仿佛都是那么似曾的相识啊。今年就更不得了了啊！科学家认为地球正处在12.5万年以来最热的时期。虽然这个推断的可信度呢还有待考证，但最近的天气可真的是热得够呛啊！不过地球也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加温的，已经将近51岁的地球也曾经经历过几次高热时期啊！地球诞生的初期是地球温度最高的时候。地表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那时地表还未形成实质的固体岩石，全都是沸腾的岩浆。早期地球呢是个真实存在的人间炼狱啊！随着地球各种矿物质合成吸热，地球的温度也随之下降，经历了几千万年的冷却期。吸热水云和二氧化碳使大气层变厚，地表形成坚硬的岩石外壳，地表的温度就稳定在了200摄氏度左右。渐渐的，地表开始积攒大量的水，水汇聚形成海洋，使得地表温度进一步的降低，冷却到了70摄氏度。虽然听起来依然是热的受不了，但这对地球来说已经是非常凉爽的温度了。6500万年前，随着一颗小行星造访地球，地球上的温度再次上升了。这颗小行星的直径10公里，以每小时7万公里的速度和地球撞了个满怀，产生的热量相当于几百万枚核武器同时爆炸。这次撞击引起的海啸呢，席卷了海岸，熔岩和灰尘四处扩散，带入到大气层当中。浑浊的大气层呢，遮住了阳光，使地球温度不断的降低。但是撞击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火山喷发，产生的二氧化碳使地球逐渐升温，地球表面温度达到了275摄氏度。这一时期植被死亡，90%的物种灭绝。还有一次著名的全球变暖事件是距今5500万年前的古新氏始新氏极热事件。在恐龙灭绝的1000万年以后呢，地球温度又一次经历了一波恐怖上涨，即使是在北极、南极，平均气温都是在16摄氏度以上啊。南北极地永久冰川融化，丰富的降水使蕨类植物和亚热带森林生长得郁郁葱葱。科学家对那一时期的化石进行了研究，发现短吻鳄跑去北极附近的沼泽中定居了，亚热带森林扩展至北纬地区，大部分深海生物灭绝，陆地动物减少，并向北迁移到气候较冷的地区繁衍生息。在地球的这次高热期呢，还孕育了体长14米的泰坦巨鳄。通过计算，古新氏始新氏的极热事件期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00万分之800增加到了100万分之2000以上。因此，在这一次热事件成因的推测当中呢，大量的碳排放导致地球急速变暖成为了主要的猜想。据推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来自于火山喷发，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呢，相当于把如今全球储存的所有煤、石油和天然气全部都烧光的总和。这场古新氏始新氏的极热事件历时15万年，直到多余的二氧化碳重新被吸收才得以告终啊！
在最近几千年，地表温度上升了5到10摄氏度，现在的温度已经接近3000万年前上新世的温度了。这可是能够让大量物种灭绝的温度啊！未来地球还会经历多少次极热极寒的事件，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唯一能够做的是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吧，毕竟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生存的家园了。从1912年4月15日起，泰坦尼克号已经在北大西洋海底3800米处沉睡了1个多世纪。如今其残骸还在，但是它还能存在多久呢？几十年、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好，咱们今天就来科学的探讨一下啊。首先，影响泰坦尼克号残骸消失的主要因素大概有以下几个：第一，海水腐蚀。海水当中含有大量的盐分、氧气和其他的化学物质，会对金属、木材和纺织品等材料产生腐蚀作用，使其逐渐失去强度和完整性。海水呢还会引起金属的电化学反应，导致金属表面形成锈蚀层或者是氧化物层，增加金属的磨损和剥落。第二，微生物侵蚀。海底存在着一种以铁为食的细菌，称之为哈尔蒙菌。这种细菌呢会在泰坦尼克号的钢铁表面形成生物膜，利用钢铁中的铁元素作为能量的来源，同时释放出一种酸性物质，加速钢铁的腐蚀过程。哈尔蒙菌还会产生一种粘性物质，将钢铁表面的碎片粘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锈的结构，称之为锈柱。锈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或者是断裂，导致钢铁表面的大量流失啊。相对来说由铜制造而成的螺旋桨呢就会好得多了。海洋细菌更难吃它们，因此可能是泰坦尼克号上面保存最久的部分之一了。第三是洋流的冲刷。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呢，受到了北大西洋环流的影响，海水会以每小时1.6公里左右的速度在残骸周围流动。这种洋流呢，会对残骸产生冲刷的作用，使其受到机械磨损和震动的影响。洋流还会携带大量的沉积物，如沙粒、泥土和有机物等等，在残骸上形成一层厚厚的覆盖物。这些沉积物呢，会改变残骸的重量和稳定性，增加其下沉和倾斜的风险。最后一个呢是人为干扰啦。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于1985年被发现，自打那个时候起呢，由于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就吸引了许多探险者、科学家和游客前往参观和研究。这些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都会对残骸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嘛，比如像触碰、撞击、拖拽、取走或遗留物品等等。此外，一些非法的打捞行为也会对残骸造成损失，如盗取或者是破坏残骸上面的贵重物品、艺术品和文物等等。所以，根据以上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泰坦尼克号残骸消失的过程了。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2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呢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到被发现前的时间段。残骸主要是受到海水的腐蚀和微生物的侵蚀的影响，以及沉积物的覆盖。这一阶段残骸的变化相对较为缓慢，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破损和腐蚀的迹象。比如像桅杆、瞭望台、船舱等等部分的断裂和脱落，以及钢铁表面的锈蚀和锈柱的形成。好，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呢是泰坦尼克号被发现之后到近期的时间段。残骸除了继续受到海水的腐蚀、微生物的侵蚀和沉积物的覆盖的影响以外呢，还受到了洋流冲刷和人为干扰的影响。这一阶段残骸的变化开始加快了，出现了更多的破损和腐蚀的现象。比如像船首栏杆、船舱的窗户、甲板、地板等部分的倒塌和消失，以及钢铁表面的大量流失和锈柱的增长和断裂。第三阶段就是2020年到2030年之间了。这一阶段是泰坦尼克号近期到预计消失前的时间段。残骸将继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变化将更加的加剧，直至完全消失。这一阶段残骸将出现更加严重的破损和腐蚀现象，比如像船体结构的崩溃和分裂，以及钢铁表面的完全消融和锈柱的完全垮塌。最终那些巨大的螺旋桨将成为这艘传奇远洋客轮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了。但是在3、4千年以后呢，它们也会消失的。于是，在遥远的未来，泰坦尼克号留下的唯一痕迹，可能就是海底的铁矿床了。